好，前面我们讲了这个正手攻球，那么现在讲一下正手拉弧圈球。那么从动作上来讲呢，虽然还是3个步骤，但是弧圈球的动作相对于攻球是放大版，也就是动作稍微大一些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讲呢，是正手弧圈球呢，就是拉高吊弧圈球，也就是针对对方的下旋球过来的球，我们如何来拉高吊。我现在给大家讲一讲。那么首先还是从准备姿势开始，步伐上面还是前脚掌向右这个70度蹬转，重心压右腿，顺势把手臂展开，身体也展开，手臂也展开。那么展开之后，已经做好了击球前的这个准备。那么下旋球过来呢？由于对方搓过来的球下旋球旋转比较强，那么这个时候拉弧圈球呢，跟正手攻球的动作虽然是放大，但是实质上的不一样是接触球的时候一定要摩擦，而不是撞击啊。攻球打叫撞击，那么弧圈球呢是叫摩擦啊。大家这个在这个拉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摩擦。也就是准备好之后啊，板头手指手腕，板头引领手指手腕前臂向前上方挥拍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攻球的时候是前上方，拉高吊弧圈球的时候呢，就以往上为主，往前为辅。大概这个比例呢，每个人去掌握8:2或者7:3，也就是8和7的摩擦向上。2和3的向前用力啊，这个比例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。那么随着这个前脚掌的蹬地，加上右胯的转胯，还有这个击球点，这3个力量一定要合在这个击球的这个力量上面啊。这个蹬转击球这一下全部这个摩擦的同时完成步伐上的重心交换啊，重心压在左腿。那第3个步骤呢，就是手法步伐的这个还原，又归零啊。等到下一板对方过来之后，再准备第2板。这个拉下旋球使用这个高吊弧圈球，一个是摩擦球的外立面啊，并且呢摩擦在板上停留的时间越长越好。术语就讲要吃入球，其实吃入球就是在板上停留的时间越长，摩擦的越充分。那么打球呢是打得比较深。摩擦呢是摩擦球的外立面啊，并且击球的在球的中下部，这样发力方向呢以上为主，往上，通过这个抛弧线来把对方的这个下旋球，强烈的下旋球给它化解，这样呢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高吊弧圈球。大家看这个示范的时候呢，它的右肩一定要下来啊，重心一定右肩和整个重心一定要压在右腿上，因为下旋球的旋转非常强烈，如果说上身的重心太高的话，就会下网，就会吃对方的旋转。
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直板的高吊弧圈，但是它这个球吊的还不够高啊，就是节奏比较慢。对，抛弧线，对，这不可能下网。对，高吊弧圈。那么我们看直握球板在拉这个高吊弧圈的时候，身体的动作是一样的，重心压右腿，右肩下来，手臂展开。在摩擦球的时候，摩擦球的这个外立面，但是接触球的时候，手指用力跟横握球板不一样。那么也就是在这个摩擦的时候，主要是以中指和大拇指用力，食指为辅啊。接触球的时候，这一下这个摩擦球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食指的放松非常重要。还要注意一个下旋球的这个击球点是跳台之后的最高点，这个是拉下旋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，击球点击最高点，只有这个最高点比网子高，难度系数最小。